在的娱乐圈可真是一个笑话，早上还在津津有味的欣赏爱豆的帅照，晚上就有可能已经塌房，第二天再搜就要查无此人，消失在互联网的记忆中了。大家都说互联网没有记忆，难道真的没有吗？近日娱乐圈又一位大牌女星人设崩塌了，曾经的贤妻良母竟是一个万人睡。被同行爆出半夜爬上制片人的床和小鲜肉打野战，拜金抛弃多年恋人等黑历史，甚至还有女星说她那方面技术很好，深受导演喜欢，上位非常快。而她就是素有国民女神之称的刘涛，曾经为夫还债、完美无瑕的正义形象，却在此刻全然消失。随之取代她的却变成了心机、绿茶、无底线、嫌贫爱富等标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吗？近日，有名演员韩雪突然在微博上爆料刘涛一段话，称刘涛为了上位做出了没有下限的事，直接放弃了自己的道德，甚至还别强调了技术非常好。这段文字一出，引得无数网友震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时的网友们纷纷开始吃瓜，但吃瓜的同时，网友们都持有怀疑态度，毕竟爆料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但是要知道，韩雪家庭背景特殊，不像是会说假话的人，并且这也不是韩雪第一次爆刘涛的黑料。在某节目中，韩雪公然爆料称刘涛指使自己的助理干各种杂活，并且喝水的杯子也要助理帮忙擦，非常会耍大牌等。这段话因为有照片作为证据，也确实属于实锤，说明韩雪所说的是真话，并没有污蔑刘涛来博取热度。再者，因为韩雪的家庭背景，在娱乐圈敢这么爆料也属于正常。但是韩雪跟刘涛其实算不上太熟，她究竟为何这般盯着刘涛爆料？这就又牵扯出刘涛的另外一件黑料了。她和蒋欣原本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一些事情却闹掰了。也正是这件事情，让韩雪非常看她不顺眼，频繁爆她黑料。在2003年，刘涛饰演的《天龙八部》上映后，她在剧中饰演的阿朱一角色与饰演男主角的乔峰有着很多的肢体亲密接触，当然这是在戏中。但是据知情人透露，两人在戏外也是非常的亲密，并且因为当时拍摄是在山中，上下山来回的路程非常影响拍摄，于是导演决定在山中搭帐篷。但是在晚上睡觉后，总有人听到奇怪的声音，起初以为是山中小动物的叫声，但是时间久了就有人好奇，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动物每天这么准时的半夜叫。原来在晚上等人们睡着后，刘涛经常会偷偷跑到制片人胡军的帐篷里，并且还发出非常大的呻吟声，帐篷挨得近的很多人半夜都被吵醒了。但大家都心照不宣，装作没听见。这也是当年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咏鹅事件，并且偶尔还会去导演的帐篷。总之，为了让自己的戏份多一点，刘涛可谓是下足了心思，使足了手段。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在2003年《天龙八部》这部剧刚上映后，这件事就被媒体爆了出来。由于当时网络不太发达，于是吃瓜群众为了一睹刘涛真容，硬生生将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给带了起来。然而刘涛为了让这波热度持续更长时间，于是便选择了默认，没有出来做任何解释。但作为好闺蜜的蒋欣却看不得自己的朋友受这样的编排，于是直接在微博上为刘涛打抱不平。但是这样的力挺却再次将刘涛推进另外一个深渊，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胡军的老婆有点怀疑上了。在那之后，经常到剧组探班，来当面看看这对武侠剧情侣。随着蒋欣出面为刘涛解释，这直接坐实了狗仔所说的人妻就是他。随后又有人看到蒋欣也在《天龙八部》这部剧中，这下更加坐实了。更有人直接点名蒋欣，称他越描越黑，这下真的闯祸了。这样情况下，刘涛只能出面解释，称他并没有晚上去过胡军的帐篷，并且对剧本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只是被有心人传成这样。这件事之后，刘涛便将蒋欣微博取关，并且臭骂了对方一顿，就此姐妹花感情破裂，不复从前。而胡军为了给足老婆安全感，也是将刘涛微博取关。之后因为这件事，刘涛碰见蒋欣，就连上活动都保持着陌生人的距离，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亲密无间。刘涛跟她的丈夫相识非常的偶像剧，原来在很久之前，王珂就已经是刘涛的粉丝。刘涛在一次出席活动时，被现在的丈夫王珂看到，王珂非常兴奋，自己的偶像就站在自己面前，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其次，因为富豪的身份，王珂并不缺少追求者，但是他就是喜欢刘涛。在这次见面之后，王珂就对刘涛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起初刚认识刘涛，对王珂并不感冒，因为当时的她还有一个恋爱多年的男朋友李伟民，同时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这样情况下，王珂并不气馁，甚至更加猛烈的追求刘涛。每次出去看到有趣的或者好看的奢侈品，都会给刘涛带一份，甚至在知道刘涛喜欢音乐后，更是为他买了一台钢琴。在王珂这样追求下的刘涛，松开了恋爱多年男友李伟民的手，和王珂牵在了一起。许多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在怀疑刘涛是不是因为王珂的钱才跟他在一起的。但是刘涛对于这个猜疑回应，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王珂的身份，跟他在一起也是真的喜欢。当然这件事究竟原因是怎样的，就只能刘涛本人清楚了。两人在相恋20天后，直接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王珂花费400万为刘涛打造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并且在这天，刘涛宣布要退出娱乐圈，回归家庭。但是好景不长，富家太太生活还没过几天的刘涛再次回归了娱乐圈，并且连她的老公王珂都变得颓废，这究竟是为什么？原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王珂的事业也受到波及，不止濒临破产，更是身背重债。这样的打击之后，王珂开始一蹶不振，甚至在一场节目中，刘涛称自己的丈夫已经患上抑郁症，甚至提出了离婚。原来在一天夜里，刘涛刚躺下，王珂就进到房间里递给刘涛一张卡。这时的王珂已经因为焦虑开始大量脱发，这让刘涛非常心疼。但是王珂接下来的话对他来说如同晴天霹雳，王珂竟然要跟他离婚。刘涛态度坚决地回绝了王珂的这个决定，并且毅然决然地担起了养家的重担，同时照顾着生病的王珂。当时的她刚好怀有身孕。刘涛的婆婆看到了她的付出，对这个新媳妇非常的心疼，曾经多次心疼的抱着刘涛，称自家对不住刘涛。直到刘涛临盆，这时候的王珂心理疾病已经非常严重，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一直守在手术室外，等待着自己的妻子。当孩子抱出来的，王珂因为压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昏厥过去。不过好在并没有什么大碍。当王珂看到自己的女儿后，他突然醒悟过来，自己不能够再这样颓废下去。自己还有一家老小需要照顾，自己不能垮掉。从女儿出生后，王珂的病情就有所好转，直至最后大好，并且再次投身于工作中。在夫妻和睦后，刘涛又被爆出大瓜，有人网传他在广东有2个私生女，并且是跟当地富豪一起生的，甚至连孩子所上的学校在哪都知道，并称看到过刘涛前去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而这位网传者称女孩长得非常像刘涛，一看就是亲生的。但至于后来为什么分开，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说是富豪知道了他与制片人的关系后，带着2个孩子去国外生活了。也有人说是刘涛和马姓男子在野外打野战，被富豪发现后将他扫地出门了。至于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现在还不得而知，人们众说纷纭，但他打野战好像确有其事。据狗仔队老大卓伟讲述，有位姓刘的女星喜欢和小鲜肉混在一起，并且频繁发生关系。最劲爆的一次就是和一名结了婚的小鲜肉在野外打野战。消息曝光后，网友们很快便锁定了刘涛和马天宇，因为他们2人是最符合的，并且还经常发一些亲密的照片。正所谓无风不起浪，既然狗仔敢这么说，那他肯定就有猫腻。但是这个大瓜出现后，王珂和刘涛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还是非常的恩爱，丝毫没有受到这件事情影响。而他能有这么坚毅的性格，主要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刘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当时农村的家庭很多都生了好几个孩子，刘涛家中也未能幸免。从小刘涛就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因为他的爷爷和当时很多老人一样重男轻女，这让刘涛的童年并不开心，甚至可以用噩梦来形容。还好在他长大后发现自己非常有表演天赋，就想进入南京军区的文兵团，因为长相加天赋，很快就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文兵团。在文兵团中的刘涛，为了可以长期留下，除了学习表演外，还得种菜加挑水，并且喂猪，过着艰苦又开心的生活。随后因为学习认真，表演的水平逐渐上升，跟随着文兵团来回表演，随后被导演挖掘，在2000年出演了《外来媳妇》这部剧，正式进入了娱乐圈。随后又因为《天龙八部》这部剧中饰演的阿朱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一炮而红。娱乐圈的爆料一抓一大把，是真是假谁都不知道，明星们也都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神化他们。
并且他们饰演的人设和他们本身的性格大多都是有差别的，所以不要因为一部电视剧或者一个人设就定性一个人。在娱乐圈，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多不胜数，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伪装的表面，最后劝他们能够好自为之。正如一句老话说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